汉政和2年，公元前91年夏，在酷热的未央宫里，皇后卫子夫和皇太子刘据却宛如置身冰窖。因为在眼前，酷吏江充正带着检察部门的人一间房子接着一间的搜查，甚至掀翻了皇后的床，砸开地板，凿出地基，只为了能挖出扳倒太子的证物，诅咒小人。一场以太子为核心的超越半年前刚发生的巫蛊事件，最终造成太子、皇后、酷吏、军队、长安京官、检察部门、李氏集团全部覆灭，前后株连高达10万人的巫蛊之祸正式爆发了。汉武帝17岁登基，从公元前140年开始执掌帝国，一直到公元前87年以71岁离世。他在龙庭里稳稳当当地度过了55个春秋。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，汉武帝就像是一个异常兴奋的公牛，一项接着一项地实现着自己的宏图伟业。他开疆拓土，击匈奴，通西域，求宝马；他修正意识形态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；他改革官制，收相权，设刺史，削藩王；他主持经济改革，专管盐铁，调整货币，平准军书；他开展大基建项目，习民屯边，修理淮河，修建长城，建河西走廊郡县。他军事改革，设立羽林军、七门军，又设置8校尉，还开设高级将领骑兵战术培训班，并亲自担任主任，杰出学生代表是霍去病。此外，他还泰山封禅，改正朔，议服色，建太学，兴六艺，定历法，定音律，等等等等。伟大的工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消耗。从大汉往前看，人们努力回忆历史，能够想起来上一个如此大刀阔斧、大拆大建的帝王是始皇帝。因此，元丰元年，汉武帝追随始皇帝的步伐，到达泰山，跟秦始皇一样，祭天封禅，意味着自己功业已定，上告苍天。但是，一个模子刻不出2种皇帝，事物总有2面性。一个秦朝能折腾的皇帝和一个汉朝能折腾的皇帝，其治下的社会总是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。在汉武帝元丰年间的时候，大汉已经出现了动荡的迹象。由于赋税和吸血太过严重，元丰4年的时候，关东地区破产的流民达到了200万人口，朝堂公卿束手无策。由于法令过于严苛，全国各地都滋生了各种的盗贼，大的几千人，小的上百人，在河南、山东、北京、河北等地都有攻陷监狱、杀死长官的事情。由于多年以来集中天下民力财力打大仗，整个汉帝国的基层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、民多流亡的恶性现象。而老百姓呢，又有天下虚耗、人富相食的可怕局面。当然，对于这一点，我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心中有数的。早在卫青还没去世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皇后卫子夫担忧自己色衰爱弛，担忧太子地位不保，便让弟弟大将军卫青去探一探皇帝的口风。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，给卫青说：“汉家制度草创，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。再加上匈奴四夷还在虎视眈眈，我不大力改革创新制度，恐怕后世没有可依赖的路径；我不征讨四方，恐怕后世国土不安。但是我这样毕竟是大力出奇迹，后辈如果还像我一样大干硬上，那就是亡秦之计，早晚民众会揭竿而起。所以回去告诉太子，太子敦重好静，能休养生息，是守成之主，是个好的接班人，必能安定天下，让他别瞎想了。”可见在汉武帝身体和脑袋还很清醒的年代，武帝对太子刘据是很满意、很放心的。这种满意和放心表现在当卫青这个最大的靠山去世之后，武帝没有任何废弃皇后和罢黜太子的意思；表现在当太子每次劝止皇帝不要再征讨蛮夷，给皇帝找不痛快的时候，汉武帝总是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打仗这种脏活累活，我们这一代人都替你干完了，把安逸的事情留给你，不也挺好吗？”表现在汉武帝每次外出办事的时候，首都里面大小政务全部交付给太子，后宫诸事全部交付给皇后卫子夫。即便在具体工作上有不同的看法，武帝往往都会同意，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。因此，此时的太子刘据是稳坐东宫的。他是皇长子，他是武帝最爱的女人的孩子，他是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外甥，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表兄弟。他的办事风格虽然跟皇帝不一样，却很令皇帝满意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，武帝从没有想过要置刘据于死地。但是人们似乎很容易忘了一件事情，人是会变的。武帝的第一任皇后是阿娇，即金屋藏娇的主人公陈阿娇。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联姻。
这是一次为了从哥哥刘荣那儿夺得太子之位的交易。因此武帝登基数年之后，面对毫无感情又屡次寻死觅活，并且还没生下个一男半女的阿娇及陈皇后，汉武帝的最终选择是将之废居长门宫。第二任皇后便是卫子夫了。当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的家里遇到她的时候，卫子夫年轻漂亮，歌声清丽，舞姿绝伦。尽管出身卑微，但是自信的汉武帝还是把她升为嫔妃。在一连生下3个女儿之后，元朔元年，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皇长子刘据。已经接近30岁的武帝异常激动兴奋，随即册立卫子夫为皇后，并在刘据7岁的时候正式册立为太子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武帝对太子的态度都是很满意的，太子的地位是坚如磐石的。但是有些外部条件却在悄然地改变着。首先，聚集在太子周围的强势的军人势力集团接连遭遇重大打击，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。先是如日中天的大司马霍去病突然去世，没几年，帝国栋梁大将军卫青去世。聚集在卫霍周围的强势的军人，诸如张骞、李广、公孙贺、李蔡、苏建、公孙傲等人，要么退出历史舞台，要么降低权势地位。紧接着元丰元年，汉武帝泰山封禅，又暗含着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已经走到尾声的潜台词。其次，卫子夫、卫青、霍去病、霍光等人无论多么风光显赫一时，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外戚，归根到底他们的强势地位都是皇帝给的。那么既然你们卫家可以如日中天，别的家族就不可以吗？随着卫子夫的年老而色衰，汉武帝很自然地移情别人，他喜爱的女人变成了李姬，变成了王夫人、李夫人，最后是钩弋夫人。那么喜爱的女人变了，带兵打仗的人变了吗？也变了。卫霍去世之后，朝堂上带兵的是什么人呢？是李广利，他是李夫人的哥哥。除了本领远不如卫青之外，在出身上他跟卫霍一样，都是皇帝喜爱的女人的亲戚，简言之都是外戚。最后卫青去世的时候，汉武帝50岁，此时虽然抵不上30-40岁的壮年，但说一句春秋鼎盛还是没问题的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从体力到精力再到判断，全方位的下降，武帝还能那么清醒吗？他跟卫青说的那句太子必能安天下，他还记得住吗？人家韩愈怎么说的？人老了，毛血日益衰，志气日益微，你怎么不快点死？到了巫蛊之祸前夕，皇后卫子夫已经几个月都见不到一次武帝，太子刘据想见一面也是难上加难。此时的母子俩面临同样紧张的局势，皇后能不能保住后位不好说，太子能不能保住东宫的位置也不好说。对太子刘据来说，左边一个燕王李旦，又是博学经书，又是招募游侠；右边一个广陵王李须，又是力能刚鼎，又是空手伯雄。最后还有一个刘弗陵。武帝直接说，只有这孩子才像我，还给他的生母钩弋夫人住的地方改名为尧母门。尧舜禹汤那都是上古先贤，钩弋夫人都生出当代帝尧了，刘据能不担心吗？刘据能不早做打算吗？更为严重的是，武帝和太子在很多问题上意见无法达成一致。在英雄迟暮的汉武帝晚年，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。年轻的时候，武帝对太子敦重好敬是很满意的，谁也没曾料想到，因为执政风格的不同，这10几年下来，朝堂上竟然慢慢形成了2个党派。一派是团结在太子周围的宽厚长者和儒生，另一派是牢牢站位皇帝的郡法大臣和酷吏。父子俩之间的裂痕随着武帝的年长和派系的分化渐渐掩盖不住了。汉武帝在看到这一景象之后很是不满意，而问题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巫蛊。整个西汉都非常盛行巫蛊，文帝、景帝时代，包括武帝早期，都时有大案发生。操作方法正如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，用桐木雕刻一个小人，代替自己的仇人埋入地下，寓意着给他发丧，咒诅他早点升天。征和元年，公元前92年，巫蛊之祸爆发前一年，首先发生了丞相公孙贺全家灭族的巫蛊大案。起因是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挪用公款。丞相公孙贺本来想借助追捕江湖大侠朱安世来将功赎罪，没想到朱安世抓捕归案之后，为了打击报复，污蔑公孙敬升和公主私通，并说公孙敬升在甘泉宫的道路上埋了小人，诅咒皇帝。随即这一案件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办理，
公孙贺、公孙敬生父子死于狱中，公孙家族被族灭。受株连致死的有卫子夫生的朱翊公主、杨氏公主、卫青的儿子卫抗等人。汉武帝从给钩弋夫人改名为姚母，到说刘弗陵像我，刘据不像我，再到族灭卫青的老部下公孙家族，杀卫青儿子，再到直接杀有卫氏血脉的自己的女儿，一系列动向之下，刘据宛如惊弓之鸟。我们不好说武帝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奔着废掉太子去的，但是也应当意识到，这些举动的背后都是在敲打太子和卫氏集团。正在太子刘据惴惴不安的时候，酷吏江充加入到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，开始推波助澜，一场牵连广泛、震动朝野、血流成河的大案就此爆发。江充本是赵国人，他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刘丹，他自己跟着赵太子攀上了关系。后来他跟赵太子发生矛盾，随即跑到长安告发赵太子，致使赵太子死于狱中。武帝一看，哟呵，为了前途连自己的妹夫都卖，是个做脏手套的料，随即把他提拔为绣衣使者，专门打击京城里的权贵。江充六亲不认，严厉打击贵戚及其子弟，先是收没了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的车骑，又严办了太子的家臣。太子刘据求情也不好使，最后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杀了杨氏公主、朱翊公主、公孙贺父子。公孙贺巫蛊之案结束之后，有鉴于自己跟卫氏集团和太子的彻底对立，江充见武帝老态龙钟、病痛缠身，担忧武帝死之后太子登基会报复自己，随即决定拔水搅浑，想要借助公孙贺巫蛊案把太子拉下水。他进入甘泉宫面见武帝，绘声绘色地将武帝的病情归咎为宫里有人做巫蛊，巫蛊不除，陛下的病情不会好转。武帝此时已经久病缠身了，他很愤怒，但他也相信了江充的话，并随即命令江充全权处理宫廷巫蛊专项案件。江充也是没客气，本着一股狠劲儿，他找来了一个号称能通鬼神的胡人巫师，满世界的掘地砸墙，发掘人偶。就算没找到人偶，肉眼见到了所谓的鬼影子，就直接判定为有巫蛊之事。如果你不承认，江充也不废话，直接烧铁钳子刨落，烫到你招为止。在这种氛围之下，京城里官僚百姓人人自危，为求自保，大家纷纷告发别人进行了巫蛊之事。江充正愁事儿闹得不大，随即有一个抓一个，前后连坐下狱死者高达上万人。面对日益扩大的案情，汉武帝自然是十分震惊，他已经分不清真假，或许也不愿意去分辨，他只觉得左右皆为蛊注，满眼都是乱臣贼子，满世界都是想加害他的人。江充窥透了武帝心思，就让那个胡人巫师弹劾骗武帝说宫中有蛊气，不除之上终不差。武帝对此深信不疑，命令江充专门对皇室成员及皇宫巫蛊事件进行严肃追查，要求严惩不贷，穷追猛打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彻底清除皇宫里的巫蛊势力，武帝又命令韩说、张干、苏文等人协助江充办理案件。江充在得到皇帝斗争扩大化的肯定之后，第一枪先打西夫人，发现皇帝没什么反应之后，随即放开手来整治皇后和太子。江充带人闯入皇后和太子的宫寝，掀开玉座，砸烂地基，把宫殿挖得横七竖八。但好巧不巧，江充还真的在太子的宫殿当中挖出了桐木小人和帛书。他得意地宣称，在太子宫殿里搜出的木人居多，帛书上面白纸黑字，大逆不道，应当上奏天子。面对气势汹汹的江充，太子刘据一想到皇后和自己派往甘泉宫的使者全部被武帝拒绝接见，他此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陷入到极度恐惧之中。